松鼠，台语又叫做碰气，在台湾大大小小的公园当中，是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生物啦。有些人啊，非常喜欢它们相当可爱的外表，巨大而且深邃的眼睛，搭配着非常巨大的尾巴，再加上红棕色的毛发，在各个绿色的树木之间跳跃的时候，显得相当的抢眼。很多小朋友啊，在公园看到松鼠的时候，也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不过，你知道这些可爱的松鼠，在这几年来呢，已经被很多人视为公敌了吗？不只是台湾，连其他国家也都开始进行了灭鼠行动。这种这么样可爱的动物，竟然要被人夺去生命了吗？这背后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它们的习性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又为人类带来了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呢？今天疯狂外来种系列又来啦，我们将来为各位介绍在公园里面非常容易见到的松鼠。在影片开始之前，这是一个专门介绍台湾动物的频道。如果大家对于动物的知识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准时锁定每周五晚上10点更新的最新影片哦。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赤腹松鼠吧。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松鼠呢，其实它们在科学上面的分类是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啮齿目松鼠科拟松鼠属的赤腹松鼠。它们在台湾各个公园里面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标准动物啦。这个物种呢，它们分布的范围也非常的广，在国际上来说，根据相关资料的显示，其实它们也有分布在孟加拉国，还有最近很红的柬埔寨、印度、辽国、马来西亚、缅甸、越南、西藏等等亚洲的地区。所以说，其他国家看到这个物种其实也不意外哦。它们是一种适应性很高的生物，在亚热带的树林附近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踪迹。身长大概是18到20公分左右，体型不大，而且它们的体重大概是坐落在500公克左右。也因为它们拥有了咖啡色且略带红色的羽毛，有了所谓的赤腹松鼠这样子的名称。我们常常在公园里面都可以看见它们奔跑的速度其实非常非常的快速，对吧？而且身手也是非常的灵活。这几年来因为数量慢慢的变多，加上人类不当的喂食，也造成了这个物种它们在台湾族群上面的诡异扩张现象。而且有些人因为不当的捕捉，且在不喜欢之后呢，放生到其他的离岛地区，而造成了许多当地居民的困扰。那么首先，我们先要来讨论一下这个物种真的是可以饲养的吗？其实以台湾的环境来说，虽然说这种生物并不是属于保育类的动物，在法律的层面上来说，应该不太算是违法，但是专家还是建议不应该自行去捕捉来养，因为毕竟它们都是属于野生的动物，人类过度的侵入都会严重的影响着野外族群的发展。再加上呢，它们可能也都会有一些寄生虫啦、传染病，甚至呢狂犬病等等的问题。所以说，直接在野外抓来就养，也不见得是安全的。即便如此，其实现在荧幕前面的观众，在台湾大大小小的新闻当中，想必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有人饲养松鼠的经验。这种看起来呆萌的外表，确实是虏获了不少网友的心。但是，很多人在养过松鼠之后，都会发现，其实它并不是属于一种非常适合饲养的宠物。因为它们在野外的环境之下，领域性是非常非常的强，雄性的松鼠之间呢，也很容易互相彼此的攻击。在幼年时期照顾起来也不太容易，任何温度上面控制不良，或者是环境不够舒适，也都很有可能造成松鼠小时候就夭折，甚至连喂奶的时间都必须严格的要求，每4到6个小时就要喂食一次。对于一般人来说，其实时间上的配合好像也比较难配合。它们在先天的身体构造上，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它们需要在森林当中爬来爬去，所以说在自然的环境之下，可以适当的修指甲。但是在人为的饲养环境之下，指甲这个问题也是备受困扰的。更让人觉得麻烦的是，赤腹松鼠属于相当喜欢啃咬的动物，破坏力也异常的强，也非常非常容易影响到人类的家居生活。讲到它们的啃咬能力，松鼠这种动物在许多农民的眼中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松鼠在台湾的发展，就能够看出有非常多的新闻报道都指出，松鼠族群扩张速度快速，非常喜欢去吃农民所种植的农作物，例如任何的地瓜、花生等等。以金门来做举例，其实金门早期是没有松鼠的，但是这些松鼠呢，可能是从台湾的货柜船只偷偷跑到金门之后快速的繁殖，再加上金门附近的猛禽变少，它们在这个地方在缺乏天敌的状况之下适应得非常好。东海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林良公也在相关的报道当中表示其实松鼠它们是属于杂食性的动物，它们的门牙还会不断的增生，在野外需要靠长时间啃食植物，所以说这样子的特性也非常容易造成农业损害，也会让很多树木被环状剥皮而死亡。目前相关的单位也都正在积极的处理这项问题，包括了设下其他的陷阱，捕捉控制数量，也积极的辅导以及教育农民应该要如何面对这项危机。讲到这边，可能有些人会开始怀疑，我们疯狂外来种怎么会介绍这种生物呢？他们虽然说是造成的农业上面的损害没错啦，但是他们应该还算是台湾的本土物种啊。然而，他们对于日本人来说，真的是货真价实的疯狂外来种了。近几年来，很多日本的报道都指出，台湾的松鼠开始入侵日本的领土了，而且栖息的状况还适应得非常的好，导致日本当局也觉得相当困扰。他们的扩张也影响了日本的原生物种、原生的生态遭受到影响。日本的专家也是认为，如果这样子不断的扩张，不只是对于日本的农作物造成伤害，就连日本的居民生活都会因为这种松鼠而被改变。台湾很多动物保育团体其实面对这项难题也束手无策，因为其实这个物种对于台湾本岛来说是属于原生的物种，但是因为它们快速的扩张，到了原本没有松鼠的地带，像是金门，甚至连绿岛都从原本没有松鼠，一直到松鼠繁殖猖獗的窘境。除了跟着船只来到离岛，目前相关人员也都有在研究，是不是因为人为的饲养后不当的放生，才会造成这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物在各个地方迅速的扩张。现在遇到的松鼠也开始被相关单位进行扑杀，而且很遗憾的是，数量还不少。根据相关的报道指出，在绿岛地区所扑杀的松鼠数量高达上千只。对于这样子的处理方式，民众的看法也相当两极。不过，目前也尚未想出更好的应对策略。对于本土松鼠的扩张，以及对于生态还有农民的影响，大家是怎么想的呢？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咯。今天的影片为各位介绍了公园里面非常常见到的松鼠，也是许多小朋友心中的明星物种。有时候我自己看着它们在树枝间穿梭跳跃也觉得心里十分的疗愈。很多人也都觉得松鼠在树上面跳来跳去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哦。但是这个物种我们如果仔细研究的话，才会发现其实许多地方的人并不是这么想的。看完这一集影片之后，大家对于松鼠的想法是否有改观呢？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啦。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晚上10点的最新影片。如果大家对于台湾小吃背后故事有兴趣的话，也非常欢迎各位订阅，实在太棒了，跟我一起探索更多更有趣的台湾内容哦。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咯，晚安，拜拜。